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在很多人眼里，流口水可能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。但如果睡觉时经常流口水，就要警惕是疾病的征兆。下面木子给大家说一下要警惕哪些疾病。第一种是中风，中风是很多中老年人会出现的疾病。很多人认为中风呢是突然出现的，其实并不是。中风来临前，身体会给我们一些提示，就比如突然流口水，同时还会伴有口齿歪斜、头痛等症。那如果想要预防中风，平时就要多保护血管。木子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通血管食物，比如黄苦荞。黄苦荞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富含黄酮类物质，可以软化血管，改善血液循环，能降低中风的几率哦。第二种是口腔疾病，如果不好好保护口腔，就可能会出现口腔疾病。这时呢，也会有睡觉流口水、牙龈出血、口腔溃疡等情况，这时就要多注意保护口腔了。第三种是用脑过度，很多人由于工作的原因会有用脑过度的情况。如果用脑过度，很容易引起植物神经紊乱，这时睡觉呢就可能会有流口水的现象。那木子建议大家平时要多注意休息，好好调整作息时间。三高大家都知道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高血糖。如果血糖高了，对身体健康是很不利的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今天给大家推荐3种食物，有助血糖平稳。第一种，黑苦荞茶。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喝黑苦荞，黑苦荞中含有芦丁，有软化血管、清理血管垃圾的作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降糖降脂。第二种，山药。山药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它呢含有一种粘性蛋白，可以延缓糖分吸收，对稳定血糖有一定的帮助。第三种，铁皮石斛花。铁皮石斛花有很大的药用价值，其中含有石斛多糖成分，有清热润燥、强身健体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也可以帮助血糖保持平稳哦。我们的血糖通常呢都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，但如果血糖值偏高，那么就可能会引起高血糖，严重还会导致糖尿病。所以平时要控制好血糖才行。其实血糖升高时，饭后呢会有2种表现。表现1，饭后还感觉饿。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饿的速度也是很快的。如果你刚吃完饭就又感觉到饿了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糖高了，要多注意控制血糖。表现2，饭后犯困。很多人在吃完饭后会感觉到困，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，要多注意一下血糖的问题了，因为血糖升高时会抑制食欲素分泌，导致大脑能量供给不足，这样呢就会使人出现犯困的情况。那平时应该怎么控制血糖呢？建议大家可以用苦荞泡水喝。苦荞茶是常见的饮品，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的黄酮类物质能够促进胰岛细胞恢复，不仅可以帮助稳定血糖值，还能够帮助软化血管，让血液更加的通畅哦。高的人饭后坚持2慢，多喝易水，血糖或能慢慢降下去。第一个，饭后慢点运动。饭后进行一些适当的运动，对稳定血糖是有帮助的。但是呢，大家要注意，不要剧烈运动。剧烈运动容易造成血糖不稳定，所以运动要慢一些比较好。第二个，饭后慢点吃水果。很多人都有饭后吃水果的习惯，但是呢，血糖高的人要注意，不要饭后马上吃水果，最好是在饭后1小时吃，这样会更好一些。还有水果呢，不要吃的太多，吃一些含糖量低的水果。那血糖高的朋友，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的用苦荞泡水喝。苦荞中含有丰富的芦丁，这种物质可以保护胰腺，对血糖有控制的作用。除此之外，经常喝苦荞茶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。生活条件好了，很多人就开始大鱼大肉起来，时间长了，营养过剩，导致身体肥胖，诱发各种疾病，比如高血糖。而血糖高也不是突然的，若身体出现2种现象，就可能是血糖高了。饭后犯困，很多人在吃完饭后会出现犯困、身体疲惫的情况。如果长期这样，就要注意，可能是血糖高了。因为血糖高会使食欲素分泌下降，这时呢，大脑能力功能不足，就会出现犯困的情况。手脚冰凉、发麻。
如果体内血糖偏高，会影响血液循环，而手脚呢又是血液循环的末端，这时就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发麻的情况，所以要多注意。那血糖高的人要多注意呢，控制血糖，可以常吃一种食物——苦荞。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呢就是苦荞茶了。苦荞中富含蛋白质、微量元素和黄酮类物质，能够促进胰岛素细胞恢复，有控制血糖的作用，对降血糖有一定帮助。血糖高的人来说，平时除了控制饮食外，合理的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下面呢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可以帮助稳定血糖。首先，我们保持站立的姿势，腰背挺直，然后双手向上举起，做伸懒腰的动作，要用力的拉伸，同时呢，一只脚的脚尖点地，开始转动脚踝，左右交替进行，坚持这个5到10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全身的关节和肌肉，减少脂肪堆积，起到消耗血糖、疏通经络的作用。坚持练习能让血糖保持平稳，预防并发症出现。除了合理的做运动外，还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控制血糖，多吃一些有辅助降糖作用的食物，比如苦荞。苦荞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，这种物质能够促进胰岛素细胞恢复，防止血糖升高，所以经常喝一些苦荞茶，血糖也会保持平稳哦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经常大鱼大肉的，很多人就出现了富贵病，比如高血糖。这个在生活中很常见，如果血糖高，要控制好血糖才行，这样才能预防并发症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我们可以做单腿站立的动作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双眼微闭，两手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抬起一只脚，保持身体站立的姿势，这样坚持一会儿，再换另一条腿，也是做同样的动作，这样轮流做5分钟左右。这样单腿站立可以引血下行，调节身体平衡，对肝脾肾等器官都有很大好处。所以呢，坚持做这个动作能帮助降血糖，保持血糖稳定，对预防并发症也有一定作用。血糖高的人平时也要多注意饮食，少吃含糖分高的食物，不要熬夜，多做运动，或者常用玉米须、苦荞泡水喝，也能帮助稳定血糖，对身体健康有益哦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糖高了，就要随时监测自己的血糖，这样才有利于血糖的稳定。那除了用血糖检测仪来测血糖，大家呢还可以通过舌头来判断血糖高不高。第一个，舌苔变厚变白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舌头都有一层薄薄的舌苔，而且是淡白色的。但如果发现舌苔明显变厚，而且舌头表面像涂了一层浆糊，这可能是血糖高的表现。第二个，舌头发干。如果你平时喝很多水，但还是感觉舌头干燥，这也可能是血糖高了，大家不要忽视了。那除了舌头上的表现，血糖高可能还会有视力下降、多饮多食、消瘦等症状。那血糖高的人可以常用蒲公英根或者苦荞茶泡水喝，能够帮助稳定血糖值哦。血糖高是常见的一种现象，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，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。睡觉时若出现2种异常，就要小心了。1. 手脚麻木。如果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，手脚会有麻木的感觉，这是因为血液不流通导致的。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，睡觉时手脚总是莫名的麻木，就可能是血糖偏高，刺激到神经，导致手脚发麻。2. 容易口干多尿。如果睡觉前你喝了很多的水，但是睡觉时还经常会有口渴多尿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血糖超标了。因为血糖偏高会吸干体内水分，所以人就总想喝水，还会影响肾脏健康，所以排尿次数就会增加。若睡觉时出现这2种情况，要当心糖尿病找上门，最好检测一下血糖。平时要多注意控制血糖，推荐大家可以喝点苦荞茶、玉米须茶，对控制血糖有帮助哦。升高，若晚饭后坚持做一件事，血糖或能慢慢降下去。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辅助降糖，而快步走就非常合适。当开始快步走10分钟，可能糖分消耗的会很少，但是坚持20到30分钟后，糖分会大量的消耗，这时降血糖的效果就会很明显。但如果超过40分钟，这时运动量过大，
尽管有降血糖的效果，但也不如30分钟的好。所以晚饭后进行20到30分钟快步走，能很好的帮助控制血糖。除了快步走，多进行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游泳等，也能降低血糖。不过呢，要记住不能够运动过量哦。血糖高的人还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进行调节，多吃一些有助降糖的食物，比如苦荞、燕麦、黑米等等，能改善和预防血糖高的问题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，拜拜。